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前两天，美国总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过一段话：中美之间不应该对抗，但是有可能会发生非常激烈的竞争，叫 extreme competition。而且呢，他还表示不会采用特朗普政府的那一套，而要在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进行竞争。这段话呢，引起了很多解读啊，未来中美关系会怎么样啊？其实我看到这个报道之后呢，给我一种感觉啊。说美国在战略的层面上啊，真是没人了。不管是智库还是美国总统，总是找不到战略上应该怎么走，都是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啊。从9·11事变之后呢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啊，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啊，眼光都要比美国的智库看得远。说这话咱们也不怕闪了舌头，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。咱们今天就来详细的讲一讲理不辩不明嘛。拜登总统的这段话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走向是怎么样的？其中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对啊，说中美之间不应该对抗，说中国和美国注定不可能走到美苏冷战的一个状态啊。至于说战争，那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。两个核大国核武器就是摆设。常规武器的战争吧，在第一岛链之内啊，美国占不到什么便宜啊，这个美国人自己都承认。在第一岛链之外，中国打不过美国，我们也不用怕丢人，也不用往脸上贴金，打不过就是打不过，我们也没想打啊。所以说战争不用考虑啊。那么 extreme competition 就是这个极端的竞争，就集中在3个领域。第一个领域经济，第二个领域科技，第三个领域就是意识形态了。其实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啊，是最虚无的。中国从来不向外输出意识形态，也不接受意识形态。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啊，你足够强大，意识形态才有作用。举一个例子啊，如果说沙特阿拉伯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，那君主制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意识形态了。那剩下的经济和科技两方面呢，产生的激烈竞争，其实换汤不换药，就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全方位的围堵中国。无非这一次呢，是联合了盟友的力量。盟友呢，从宽了看，范围放宽一点，就是北美大陆、西欧再加上日韩；从窄了讲，也就是包括五眼联盟吧。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。那么中国在面对这样的竞争面前呢，会怎么样呢？其实不用过于悲观啊，因为美国的战略从开始就已经走错了，方向错了，努力再多也是白费的。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为什么说美国方向错了啊。从9·11 2001年以来，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真正要解决的问题。其实美国的问题呢，不在于中国崛起，而在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能不能保得住。它的根基就在于美国国内的问题能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。美国国内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，制造业空心化，金融泡沫越来越大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你像这些问题是早早晚晚必须得解决的。虽然美元是世界货币，但是你欠别人的钱一定是要还的。这个泡沫一定要想到一个最根本的解决办法，把它彻底解决掉。美元是世界货币，这是个好处，也是一个坏处啊。好处就是呢，印点纸就可以买东西嘛啊，比如说疫情期间，我们必须得去工作才能挣到工资，但是美国印钱就可以了。这一段时间，拜登的1.9万亿美元的方案啊，又批准了，还是印钱，但是印钱不是个根本的解决之路。我们都知道，唯一能解决美国目前的困境的一个办法呀，就是用实实在在的财富把美国的泡沫填充起来。就好像有一个公司啊，这个公司呢，股票市值100万，但是公司砸锅卖铁，全都卖了也就1万块钱。你说这个公司泡沫大不大？非常大。谁拿着这个公司的股票，早晚有一天倾家荡产。但是如果这一个公司某一天发现了金矿啊，这个金矿价值100万，那这一点泡沫都没有了。就是这个原理，所以美国必须要用实实在在的财富把自己的泡沫填充起来。现在已经欠外债大概30万亿了啊，这个泡沫已经非常大了。美国怎样去取得实实在在的财富呢？无非是2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打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，特别是中国的技术进步，让大多数国家用
低技术含量的产品来填充自己的泡沫，自己呢输出一些高技术产品，就像上个世纪咱们国家8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那种模式来维持自己的泡沫，这是一种方法。另一种方法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，那就是尽快的想尽一切办法让第4次产业革命在美国爆发生根发芽。人类社会上任何一个强国的崛起，任何一次大的生活变革呀，它都是起源于技术革命的。比如说第1次技术革命起源于英国，当时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国家是谁呢？奥斯曼帝国，把东罗马帝国都给灭掉了。但是第1次技术革命产生在英国，奥斯曼帝国找不着了。美国之所以强大，是因为它参与了第2次技术革命，另外在自己的本土独自产生了第3次技术革命，并且引领了第3次世界革命，这才是美国能成为世界第1的根本原因。第4次技术革命是什么呢？新能源，对吧？你社会要发展，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，其中包括可控核聚变。第2，新材料，比如说石墨烯，大家都听说过。第3呢，量子计算啊，量子通讯这一块很重要，量子计算能够产生颠覆性的作用。第4呢，人工技能，人工技能可以极大的解放生产力啊。另外呢，还有基因工程，基因工程可以改变动植物，甚至改变人类自身啊，好多好多，这都属于第4次技术革命的范畴。一旦说第4次技术革命产生突破，美国别说30万亿的泡沫了，300万亿也不在话下，它能产生巨大的社会财富，把美国的问题彻底解决，这才是美国解决自己问题的最根本办法，其他都治标不治本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看美国依然是选择了围堵中国，打断中国的发展之路，让中国呢，长久的处在一个低端工业链的这么一个现状，然后维持自己的暂时的霸权。它只是战术的作用，起不了战略的作用。所以说我说美国的方法啊路线呢走错了。那么美国既然仍然选择走第1条路，也就是在经济和技术上继续与中国展开 extreme competition， 也就是剧烈的竞争，其实换句话来说，继续围堵啊，它究竟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呢？也不是说一点可能没有，但是现在最可悲的是时代变了。如果说这个战略10年前坚定的实施下去，还真有成功的可能。但是在2021年的今天，我们来看啊，刚才我说的第4次技术革命的一些尖端领域啊，量子通讯、新材料、新能源，还有基因工程、人工智能这些方面，中国很落后吗？没有啊，现在已经处在世界的第1梯队了，和美国基本上处于一个阵营。在发展到如此高度的情况下，还采用围堵的方法，很明显时间已经错过去了啊。那现在我认为对于美国来说，解决自身最根本的途径啊，解决自身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应该是什么呢？不是与中国展开激烈的竞争，而是尽量的选择与中国合作。因为你要合作啊，肯定是找水平高的人吧，你下棋总不能老找抽棋篓子，那不合适。与中国合作，现在美国还有很强的技术优势，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，把中国的人才尽可能的吸过来啊。这种合作的前景一定是一个友好的氛围。现在我们看一些西方的研究团队啊，特别是美国的。领头的肯定是一个白人老教授，但是他身后的助教那些团队，我们看啊，很多都是华人。中国现在每年产生的一些理工科的毕业生啊，每年大概是400万人左右，就所有的发达国家加到一块儿还没有中国的1半多啊。现在的优势已经很明显了。另外呢，就是不再那么严密的封锁中国，在一些尖端的科学技术方面啊，在一些技术领域和中国展开合作啊。其实中国呢，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，都能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，越是西方封锁严密的领域，我们越是能取得成绩。比如说光伏产业、盾构机，未来的芯片也一定会是这样啊。这个事例呢，例子太多了，我们就不再举了。相反，如果说西方呢封锁不是那么严重的领域，
中国往往取得的成绩不大。咱们举一个例子，中国的汽车，汽车已经引进40年了，到现在内燃机汽车一塌糊涂，连韩国都比不上。所以我说啊，如果美国智库有眼光的话，那就是在一些领域上尽可能的为中国开绿灯。人都有惰性的，一旦拿来比较方便，自己研发的动力就会减弱，这就可以大大的减缓中国在科技这条路上追赶的速度。另外呢，对中国技术人才能吸引多少吸引多少。现在我们看啊，西方国家一方面围堵中国，逼得中国在技术领域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多；另一块呢，对于华裔的一些科学家也很不友好，未来一定会逼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回国，在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啊，这就是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昏招频出啊。相反，对于咱们国家来说是看得非常清楚的，我们未来能不能实现民族复兴伟大的崛起之路，就在于咱们在第4次产业革命中能够取得多大的份额。我们也不奢求第4次产业革命能从中国爆发，最少我们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。就像第2次产业革命一样，西方的发达国家，德国、法国，包括美国都是重要的参与者，德国参与的还比较多。所以在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呢，其实世界的科学最高峰是在德国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现在的情况呢，与2战之前还是非常相像的。我们要尽可能的在第4次产业革命当中取得更多的份额，现在正在努力的追赶啊。那么话说回来，面对于美国的剧烈竞争，就是 extreme competition，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这些年呢，一直都在布棋子。首先第一步肯定是西方的联盟不能让它牢不可破。你像德国、法国、日韩啊，这些相对来说难度小一点，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安格鲁萨克逊的核心国家。对于五眼联盟来说呢，最近对澳大利亚的态度我们也看出来了啊，一定是要打一个拉一个，特别是最近英国其实很麻烦。英国这一段时间呢，也是使了不少绊子，但是英国呢是安格鲁萨克逊的母国啊，我们在处理英国的问题上其实很挠头，处理得狠了，容易使五眼联盟团结得更加紧密；处理得不狠吧，反正这就看咱们的外交政策了，往下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第二个方法呢，就是坚定不移的在国内推进产业升级，推进技术革命的发展，这一块一直在做。这几十年以来，在科研和教育方面的投入是一年比一年多啊，一点都不敢松懈。第三呢，我认为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啊，国际上的事情能不管就不管，国际上坚决不出头，我们不出头，自有人出头，谁呢？就是老美，老美出头肯定得花钱，花钱就是在放血呀，就是想办法增加美国在世界上的成本。另外呢，就是减少美元在世界支付当中的地位啊，不管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好，还是更多的采用欧元结算、卢布结算都行，只要不用美元结算就可以。国际贸易中国占了很大的份额，如果说未来跟中国交易尽可能的去美元化的话，那么多美元往哪去？它肯定得流入到美国本土。过多的美元回流美国，很容易造成美国的金融泡沫进一步膨胀，造成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，这都是在加速美国泡沫的破裂。慢慢的，美国会越来越乱的啊，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在走。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啊，其实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美国没有战略眼光，他没有意识到实现第4次产业革命是解决自身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啊，而是呢，把自己的精力用在了一些次要的方面，围堵中国上了。其实我们都知道啊，在当今世界，谁最有能力实现第4次产业革命呢？那肯定就是美国了。如果说美国真的实现了第4次产业革命，那么它在世界上继续领先100年、200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怕中国强大呢？中国即使在后边跟着喝点汤也强大起来了，但是比起美国来仍然是小弟弟，你有什么可怕呢？但是美国意识不到啊，而是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围堵中国上去了，从而呢错失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啊。现在中国在
第4次技术革命的领域啊，一些重要的领域，基本上都处在世界的第一阵营了。既然世界第一大国没有这样的战略眼光，那么这种战略性的历史变革就让中国来做吧。所以最后还是总结那一句啊，美国在战略方面呢，真是没人了，还不如中国的一个普通老百姓呢。所以不管未来对中国会有什么样的措施，有什么可怕呢？方向都错了，再多的努力没有用。好了，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下期再见。